我身旁这两台呢，就是我相隔半年所交替购买的两台价位在10万出头的自主品牌的新进纯电动车，分别呢是吉利的银河 E5和深蓝的 S05，因为它们呢处在相同价格带，而且目前的市场上，都还是挺火的，所以我说呢，把这两台车咱们给放到一起进行一个对比测试吧。当然，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就是上一次单独测评 E5的时候，因为是夏天啊，而现在是冬天，无论呢是地表的附着条件，还是说环境温度，肯定都会对它的各种测试成绩呢有所拖累。当然这点呢对深蓝也是同样不利的。所以说这一次呢，其实咱们测出来都不是他们最好的成绩，但是确实可以一个在相同的环境之下，一个作为对比角度比较公平的水平。另外就是这两台车呢，也都是他们各自的版型当中比较主力走量的型号。银河 E5呢是续航440公里的这个版本，而深蓝 S05呢，我们选择的是一个510公里纯电的一个次顶配的版本，也是目前反正从销售端了解到吧，这个主力走量型号啊。有人说了，这两台车它们的续航不一样，怎么比啊？但实际上大家要知道啊，银河这辆车的话，它其实高配和低配版它们采用的驱动单元电机是一样，并且厂家的标称的加速成绩也是一样的啊，动力没有什么区别，只是说呢这个电池容量所不同，所以说我觉得咱们大家更应该关注就是性能测试成绩以及说电耗的水平。至于说续航等等这个东西，反正大家对吧，根据你的需求见仁见智，自己去推算就好了。然后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对吧？这一次因为是两台车，我自己一个人不能开两辆车，对吧？所以呢，我就把我们同事都找来，大家呢都去交替轮番体验，对吧？各种的一起跑测试。尤其是大漠，对吧？也是咱们一起搭档这么久了，所以这一次呢，也是大漠跟我一起来讲这辆车。我呢主讲可能比较擅长的这些，比如说性能啊、测试啊、机械这方面。然后呢，你就来主讲一讲，比如说静态功能配置这些，对，吧？我给大家讲讲这些静态的东西。对，然后你自己，尤其作为女性，可能说你自己有自己的一些比较独到的体会，对吧？包括在这种使用当中体会当中的，好吧？行，那下面呢，就先由我来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辆车的性能测试成绩。先说结论啊，深蓝 S05在所有的测试项目上都是完胜的。下面大家公布一下啊。首先，当前气候条件之下，0到10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这辆车呢肯定是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不利的环境，对吧？因为天冷，但是他们的成绩都是7秒多破百，两辆车成绩呢非常接近。深蓝 S05是7.1秒破百，银河的 E5是7.2秒破百，而且我明确告诉大家，就是其实它们的动力性都是好于这个账面测出来的这个秒数的，就是实际动力性。这是为什么呢？两辆车原因不同啊。深蓝的 S05它主要的问题是这辆车它并不支持那种暴力的弹射，也就是说它只支持比较舒缓的先第一下加速出去，然后再去充分的加载，全力的去加速。而银河 E5的问题呢，是在于说它是一个前轮驱动的，而且呢，之前给大家科普很多次，这次再讲一下，就是说对于这样一个电池置于底部，也就是车的前后轴重量比较平衡的电动前驱车来讲，其实它前驱是非常不利的，特别容易打滑，对吧？你50%的重量压在前轮上，需要驱动100%的重量车身，对吧？所以说呢，就是这辆车在银河 E5的话，加速出去过程当中是反复的多次打滑，基本上直到超过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它还在打滑啊。所以说它这种不停打滑趋势，其实一定程度也是很大程度浪费了它的这种驱动力。再往下呢，制动方面，这辆车它们的制动成绩是比较接近的，也是在一个冬季反正赛道的附着条件一般的环境之下。深蓝 S05取得了37.7米的100公里每小时到停的刹停距离，而吉利的银河 E5呢是取得38米。两辆车成绩我觉得对于冬天来说都还行啊，总体上来讲也比较接近，然后是深蓝略好。接下来呢就是赛道操控部分，两辆车的差距就非常明显了啊。首先呢，我们先讲一下银河 E5的表现啊。这一次呢，在冬季的赛道上面，它跑的圈速只有1分12秒多。为什么这么慢呢？主要在于几个方面。第一点就是，或者说最主要问题还是因为说它是前驱，就是你如果说在这种说直线上面去加速的话，至少你的两个前轮它的这种附着力还是比较平均的，对吧？但实际上，如果你要是在出弯的时候你去加速的话，外侧轮和内侧轮它们的附着力是截然不同的，主要重量都压在外侧轮。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就是说内侧轮更容易的预先打滑起来。
而且说这种车的话，因为它是普通性能车，也没有什么限滑、差速器等等之类的，所以说只要内侧前轮一打滑的话，它的动力马上就会从内侧前轮几乎全部流失，就导致于说这个银河 E5这辆车它的出弯的效率是非常非常差，不断打滑。当然了，你可能倒不用太担心这辆车真的说会特别难开、特失控怎么样，因为它的稳定程序也无法关闭，所以基本上反正开银河 E5的感觉就是在过弯的时候，就是无论你油门怎么踩，反正它的动力就是很难输送到这个路面上，只有当你的车身几乎是完全直线，并且说速度比较高之后，这会儿才能够充分发挥它的加速力。所以说还是这样一个前驱的布局，其实是最大程度拖累银河 E5它圈速的原因，也就是说它的动力无法及时充分的去给予这辆车，使之产生有效的加速能力。而深蓝 S05 则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性格，因为这是一辆纯电架构的后驱车。所以说这辆车呢，第一就是它的极限的姿态取向是非常平衡的。不仅如此，而且这辆车它还特别可控，稳定程序也可以完全充分的关闭。所以说，就是至少在这个级别吧，深蓝 S05这辆车，说实话，开着有些那种运动型车，甚至跑车的感觉。其实就包括说它的前后的重量分布也是前后重量比是45:55，比较像那种中置跑车的这种重量分布。当然，咱们并不是真的拿它跟跑车去类比我只是说，就是大概它目前作为这样一个电动车，它的这种说车身的前后配重。而且因为它是后驱，而且调教非常的平衡，所以说深蓝 S05这辆车它就可以最有效的去利用它的驱动效率。而且不仅如此，还表现出了很强的这种驾驶乐趣。就这辆车的话，还特意试了一下，如果比如说我不以这种说循迹性的跑法，我故意想让它的这种后轮突破抓地线的话，它其实每个弯也都可以漂移。对，而且漂移的话，状态非常可控，基本上你只要稍微一收，马上它就拉回来了。从这个我的操作动作也能看出来，对吧？所以呢，两辆车不同的架构、不同的底盘调教、不同的驱动形式，赋予了这两辆其实动力水平近似的同级别车型所截然不同的性能表现。因此呢，像这个深蓝的 S05比吉利的银河 E5在赛道上快了有6-7秒左右的圈速，主要的得益点就在于此。所以说，我认为至少在性能维度的话，深蓝 S05是完胜的。说完了赛道极限接下来再说日常。日常的驾驶感受，说实话，深蓝 S05也是完胜的。咱分成许多方面来讲首先咱们还是先聊这个打滑的问题。就是这个银河 E5，你即便在普通的道路上面，像现在这种温度，直线的话，60公里每小时，你一脚油门踩到底的话，它也还是会打滑的。而深蓝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更不要提过弯了，对吧？而且刚才我也讲了，其实这一切的功劳主要就是在于说，深蓝 S05它是一套原生的纯电的架构。这套架构的话，除了说是后驱以外，包括呢，其实在许多方面，比如什么这个一体的助力车身，对吧？加上应该是叫做好像叫 CTV 吧，什么车身底盘一体化技术等等这些东西。确实也是赋予了这辆车，因为它这么一个新架构嘛，反正说在调教特性方面一个比较优化的结果。再有就是咱们如果更细化讲一讲，比如说驾驶性，对吧？驾驶性其实可能说跟你的这个车身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主要是你电驱系统调教。在这方面的话，深蓝 S05也是完胜的。什么意思？就是银河 E5这辆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出力的这个动力释放与你的这个油门踏板的踩踏的时机是有点滞后的，或者比较明显滞后的。相当就是你踩油门刚踩的时候它不走，然后到后段它会过度的把前面这一段积累的你的动力请求给你追上来，集中性的去释放。所以基本上就感觉就是踩油门第一脚慢，第二脚窜，大概就是这样的表现。甚至于说第三脚你收的话，它还继续往前窜，大概就是这样的性格。包括说它的刹车这个 CRBS 系统，它的这种说电制动动能回收力度介入的也是慢。所以就是如果说你开车的话，你驾驶技术越精湛，你控油的能力越好，你开银河 E5你会越难受，你越会觉得它车辆动作跟你是脱节的。相反，如果你要是说反正稀里糊涂就那么开，对吧？随随便便开，可能你倒是比较麻木，不会特别在意。但是深蓝 S05在这方面确实做的就特别好，就是说它的这种驾驶性的话，实际的动力释放的这种响应，跟你的这种踩踏动作，以及说是整体这种说线性关联度做的都是非常好的。也就是说，可以更好的执行你对于说动力性或者说 X 轴平动维度
你这个方向上的所有的请求，无论是加速还是减速维度。说完了驾驶性呢，咱们再说一说操稳性，比如什么转向手感、滤震、车身整体的这种说是转弯的表现，这点确实就跟底盘和车身架构是息息相关的。过去呢，总有人问我说：“哎，八哥，你说这一辆车的话，它这个什么前驱啊、后驱啊，或者说是不是这种什么纯电架构？那么它相对于说你的驾驶使用，它究竟有什么实质的优势呢？不太理解，对吧？包括很多人说，你看现在很多厂家他所宣传出的，比如什么车身的什么抗扭刚度，对吧？比如说以这个深蓝 S05为例。应该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35000牛米每度吧，大概这样的这个车身刚度之类的，对吧？有人说这些东西究竟能够给你的日常使用带来什么样的意义呢？怎么说呢？咱们不去说直接性的把这些数据啊与你的这种说驾驶去关联，咱们今天只说结果，对吧？比如说这两辆车，像这个吉列银河 E5呢，它还是一个传统的前驱架构，这种架构在电动车当中目前已经比较少见了。深蓝 S05呢是个纯电后驱架构，这两辆车真的开起来的话，感受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说，咱们说一说操稳性，这两辆车呢，它们的话，都是一个比较舒适化或者非常舒适化底盘调教，它们在滤震性方面呢都是比较柔韧的。但是深蓝 S05仍然是胜利者，它主要在于说两个方面。第一点就是说，它的余震的处理是比银河 E5要更好的。就是你过坎下坎之后，你就觉得车身更加的利落，而没有说特别多的这种说几下的这种动作颤动。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如果说你使用不平的路面，你能够感觉到就是轮胎敲击地面或者说冲击所传导到车内的这种噪音，相对来讲 S05要处理更好。就是银河 E5的话，你感觉就是还是有点啪啪的，但是深蓝 S05就是比较沉闷，咚咚这种感觉，确实会给你带来比较强的这种说高级感。再往下转向手感，两辆车呢也是总体表现都不错啊，但是不太相同的性格。银河 E5呢，它呢是低速能够非常的轻盈，高速呢也是能够比较的沉稳。深蓝 S05这辆车呢，它总体从低速到高速也是这样的趋势，但是它全域相对来讲阻尼感，也就是说所谓这种说是沉重感，有些人会觉得是比较稳啊，像也有些人可能觉得比较钝，相对上阻尼感略强一点。大概就是这样的特性，但是低速到高速回升率、随速增益的范围这种趋势也是没问题的。最后说一点，就是毕竟这两辆车它们都是一个家用的 SUV，确实也是呢。目前大部分的国人其实买这样的车呢，主要都还是追求一个比较极致舒适性的。所以说这两辆车，因为它也不带这种说是可变悬架，因此说它们在目前的车身跟随性上确实都做出了一定的让渡。也就是说，这两辆车的话，如果你要是这种顺态非常快的，别管是并线啊、转弯啊等等之类的，你都会觉得就是它的车身相对于你转向动作来说会稍微慢一点，或者说车身的话，这种说绕 X 轴的这种说是应该叫摇摆吧，在你并线的时候，反正都还是会有一些的。这是目前这两辆车它们的性格。总体来讲，就是我认为深蓝 S05它的底盘调教啊，是更好的兼顾了这种操控性、性能、驾驶感受以及说是舒适性。我这个结论负责。或者说就是，其实如果大家综合的去考虑它这些价值的话，其实肯定很大程度上啊，是得益于这辆车它的这种更新设计的原生的纯电架构所带来的贡献。再往下说说 NVH 的表现吧，两辆车的话，我觉得表现都还挺好的，在风噪、路噪、环境音的隔绝等等这些方面，至少我觉得吧，在10万出头价位上，反正这两辆车总体来讲都是表现很有竞争力的，我为这个结论负责。接下来呢，再说能耗，在这个维度上，居然也是深蓝的 S05啊，在城市和高速两个维度的电耗上都比这个吉利的银河 E5要更低啊。下面咱们来公布成绩啊。首先呢，城市维度跟我们以往的这种测试工况都一样啊，分别是包含城市畅通路、城市拥堵路、城市红绿灯路和强制停车静息等多种工况混合而成，均速27公里每小时。并且呢是全程不开空调和暖风的。在当前北京一个反正冬天的白天吧，测试温度还行啊，7摄氏度。这种环境之下，这两辆车分别是取得了银河 E5 100公里11.9千瓦时。对深蓝的 S05 11.4千瓦时水平。这里明确跟大家讲，就是深蓝这辆车的话，它其实比银河还要重了100多公斤，但是电耗还要更低啊。确实，我觉得它在这方面的话，效率表现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再往下呢，高速电耗测试也是与我们以往的测试条件呢是基本相同的啊。
尽量以120公里每小时速度去巡航。如果中间遇到车流，稍微减速，然后再恢复120，实际的动态均速超过113公里每小时，不开空调，不开暖风。在这种严酷的条件之下，这辆车分别是取得了吉利的银河 E5 100公里20.8千瓦时，对深蓝的 S05 100公里20.1千瓦时。也就是在城市和高速两个维度的话，深蓝 S05 都是更省电的。当然，这里咱们也明确强调啊，因为低温的话，会对于这辆车的电耗其实还是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说，如果要是到了这种说春暖花开的季节，温度上升之后的话，我相信无论是这种性能、赛道的成绩，以及说是电耗、续航表现，肯定都比现在是要好很多的。所以，如果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到那会儿啊，重新给大家去进行一个测试。反正无论如何吧，以目前的这种同场对比下来的环境，是深蓝的 S05在这一次几乎所有的测试维度上都是完胜的。再往下补能维度，深蓝还是赢。虽然这两辆车呢，它们是搭载了不同容量的电池组，所以说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应该直接比较它们的充电功率。所以呢，我们以这个 C 数充电倍率来去进行一个对比参数，好吧，去衡量一下。在这种的比较公平的环境之下呢，吉利的银河 E5 它的这个充电倍率是只能达到最大接近2C 啊，而深蓝的 S05的话是可以达到3C 的充电倍率。也就是可以说，就是深蓝的话，这辆车它的补能效率是远远高于这个吉利的银河 E5的。带来这样价值的点主要是什么？就是这个深蓝它所搭载的新一代的这个宁德时代的电池，这点确实给它带来了很大的贡献，让这辆车就是可以充电更快，补能更快，对吧？消费者日后开回去的话，使用起来其实也更加的便利。到目前为止呢，关乎于这两辆车所有的动态啊，或者说性能啊、能耗、补能、三电，然后机械素质、技术参数等这些都说完了。总体来讲，我觉得几乎在所有的项目上，深蓝 S05都是完胜的。反正取得这个成绩，确实令我也挺惊诧的啊。但是我想明确告诉大家，我自己作为车主，我敢对于我这一次的所有结论和观点负责。不信，我推荐大家有机会你们去对比试一下那辆车，看看是不是如我所说，好吧？我非常欢迎大家去充分验证我的观点。好。动态部分机械素质说完了，下面有请我同事大漠来给大家站在他的角度去讲讲这两辆车的一些静态的功能表现。来，有请大漠。那接下来呢，就由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这两辆车静态的一些内容吧。首先呢，是这两辆车的车机尺寸都很符合现在目前当下的这个趋势，它的车机的尺寸都很大，而且功能也都比较全。语音的功能我也都试了一下，都是很方便，而且很快速的反应的。再有呢，就是这两辆车的内饰风格。首先呢，银河 E5 它的内饰风格可能更偏向于传统豪华的这种风格，是钢琴漆配上金属色。那深蓝 S05 呢，可能把它内在的这种运动性也更好的贯彻到了它的内饰风格上，是比较统一的。首先，它的亮面装饰其实是很少的，手可以接触到的一些部分基本上都是软的材质的，摸起来手感是不错的。在这儿呢，其实我想特别表扬一下深蓝 S05。以我们这两辆车的配置来讲呢，其实深蓝是有一些配置是对女性非常友好的。那第一点就是深蓝 S05它的化妆镜是带灯的，这点可能男生平时根本就不会注意到，但对女生来讲其实还是挺关键的一点。那第二点就是它的副驾是带腿托的，我觉得女生坐起来也是比较方便跟舒适的。银河 E5的后排空间呢是更大的，但是深蓝 S05的空间也是比较宽敞的。两辆车总体的这种乘坐实用性，对于像我这种女性来讲都是很好的。总体来讲，两辆车的功能配置都是非常丰富的，这也是目前我们中国国产汽车共同的优势。那总体来讲呢，我对于这两辆车想说的大概就这么多了。接下来就再请八哥回来，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对这两辆车进行一下总结。好。那咱们就说结论吧，好吧？第一个呢是来自于我作为车主的结论，然后最后呢，你还可以说说你作为女性，对吧？开两辆车之后的感受。从我角度来说呢，这两辆车先后呢差了半年购买的，我想说两辆车真的总体都挺好的。作为10万出头价位，可以说切实见证了咱们中国汽车啊目前这种非常强大的竞争力，以及说确实对于说外国品牌的这种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的碾压的趋势，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这两辆车整体来讲，它们在豪华、舒适、配置、功能性上这些点，我觉得做的都非常的完善，对吧？这点我觉得是一个也是共同需要表扬的。但如果说就这两辆车本身的话，那我想说，确实我总体上感觉深蓝 S05是更出色的一款车。首先就是它在咱们几乎所有的硬性的测试项目上都是取得了完胜。而这一切的基础，其实就是说来自于它一个全新的纯电架构，包括说它3电本身也是更加的先进、更加的完善，所带来的这一切机械素质的胜利，包括比如说像这个车吧，实际的驾驶感受开起来，我觉得深蓝 S05也是更好的，它更有这种运动感，驾驶起来的话也更有激情，而且也没有牺牲舒适性。这个呢，就是我对于这两辆车我的一种观点。最后我想说呢，就是这两辆车其实如果要是想选的话，我觉得都是可以推荐的啊，只不过可能是不同的版型。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也会选择深蓝，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这辆车，即便是我的话，也能感受得出来，它其实是更全面性的好开的，就非常鲜明的。对，这一点非常重要。再其次呢，就是以这两辆车的外观来讲，其实我没有更偏爱哪一辆。但是内饰的话就很明显，我个人会更喜欢深蓝这种风格，它更简约、更运动一些，可能更适合我。再其次呢，就是我前面也提到的一些功能啊、细节啦，都比较对女生会比较友好，所以以我来讲，我也会选择深蓝。关于这两辆车对比评价以及说各自的选购建议啊，都说完了。在这一次呢，其实节目当中我也多次提到了，就是原生的后驱纯电架构的这个概念。所以在下一次呢，我想从技术的层面再去跟大家去好好阐释一个概念，就是为什么在当今纯电动的前驱车如此之少。